Hello， 大家，我是奥波，我今天要跟大家开箱青埔2+1房，扣掉阳台，室内大概22平的新家开箱。你不是说这次是美女屋主？对，这一次的美女屋主就是我本人。我开频道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记录了很多我装潢的细节跟过程。我在昨天已经达到10万订阅了，谢谢大家。那我今天就废话不多说，来跟大家 house tour 我的家吧。这个住的5年的家，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呢？你住了5年才开箱？对，我就是住了5年才开箱。来，我们一起来看玄关吧。我家的玄关，我那时候很坚持一定要买玄关，而且那时候的预算还可以买得了玄关。这个大门呢，就是我有自己贴了这个隔音垫，我觉得隔音真的比较好。那再来就是看到我这整面全部都是木工做的鞋柜、污衣柜，还有这个出门可以临时放个钥匙啊、小东西的一个空间。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污衣柜，现在全部都挂的是冬天的外套，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巧思，就是我请木工帮我做一个电箱的抽拉门，跳电的时候也不用把鞋子全部拿出来，因为这衣服这样一拨就可以打开了。这边就是我会放一些什么口罩啊、暖暖包，就是出门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再来这里就是我的鞋柜，大家也知道女生的鞋子都很多，所以呢，我用了这个鞋柜的收纳，它一个空间可以上下堆叠2双鞋。然后我这样就可以放100双了。我之前本来想要做花砖，但是因为要把它挖掉再填砖的话，费用有点太高，所以我就自己买了这个垫子，然后自己剪了一个形状，这样子其实还蛮好用的。然后这边呢，我也放了一个伞架，它也是这种细细薄薄的设计，这也不是很占空间。再来就是我全部都是做吊柜，因为我出门呢就直接把鞋子拖着我就可以进去了，这样踢进去也很方便。然后这边也打了一点光，看起来空间就有放大的效果。因为我家这边都是用油漆嘛，玄关有时候像我买好事多回来就很常去撸到，所以这边就有点脏脏的这样。再来我们来看我家的一个超大超深的，它原本这边是一个洞，然后我请木工帮我做成一个柜子。因为这柜子很深，所以很好收纳，就收纳了我家的很多什么卫浴备品啊，还有我特斯拉很多配件都把它收在这一个。租青埔，当初会买青埔，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常出国或出差，所以呢，我都把我出国会用的东西这样一包一包的装好。这一格就是我所有出国的用品，现在换成上线式的行李箱嘛，所以全部东西都这样丢，我收行李的速度现在超级快。然后我这边呢，就是我家所有的工具用品，比如说电动起子啊、螺丝啊、胶带啊等等，就这样一格一格的放好，所以我要找东西也很好找。这个呢，我里面有做一个插座，我原本是想说要放一个大的保险箱啊，或是防潮箱，但是后来想想，我还是放我的大行李箱比较实用，所以我现在这一格就是放我的最大行李箱，跟我车子的那个收纳箱，还有我的推车。在这个地方，我有粘了一个连身镜。出门之前呢，我就在这边照镜子，然后把它关起来，我就可以出门了。所以我觉得粘在这边很省钱，而且呢，实用性也很高。像这种家里的常备品啊，其实很乱嘛，所以呢，放在柜子里面，眼不见为净，这样就很整齐。我们家玄关走进来，这里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的开始。然后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我做了一个隐藏门，因为呢，这边就是我家的厕所。这个是我家的客厕。对，上次大家说要讲客厕，不可以讲公厕。然后这个公厕呢，其实，然后这个客厕呢，其实就建商原本附的样子，没有改动。我觉得啊，还是要自己粘一些像这种可以放卫生纸啊，或是这种毛巾架，我觉得这比较实用。那我全部都是买那种免钉胶的。其实我住了这么久，我全部的地垫都是用这种毛巾，我没有用硅藻土，因为我觉得其实用这个比较卫生。现在就是大概2天就洗一次，硅藻土很容易就可能用个几个月就会脏了。这边呢也是全部我自己粘的层架，它真的很牢。你看像我放这么多，它都没有掉。还有换一个莲蓬头的过滤，我不知道是水库还是水塔，反正就是都会黄黄的。你看，这用久都会这样咖啡色。我是很建议，如果没有装全室净水的话，可以买这种莲蓬头的滤芯。镜柜跟下面这个柜体都是建商附的。我只有自己粘了一个这个毛巾架，还有这个沥水盘，这都是我之前有分享过，我觉得很好用的东西。然后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门。这个门呢是木工做的隐藏门，我全部都是用实木贴皮，所以它其实很好清洁。我用清洁剂稀释，然后抹布这样擦一擦，它现在还是维持得很好，超干净。它的缓冲我是觉得不错啊，因为就不会这样砰砰砰。做隐藏门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直接就对着我的客厅跟餐桌，
我觉得就是卫生感觉，所以呢还是做隐藏门，让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一间厕所。讲讲厕所旁边这边还有一个超级高的门，这个原本呢是我第2个房间的门，它原本是开这个方向的，但是呢我把它的开门方向改成开另外一边，所以我这边呢就可以做一个双面柜。好，这个是第一面。这边全部都是放我家所有的备品，比如说卫生纸啊、卫生棉啊、清洁剂啊等等的。然后有一些比较小的东西，像是什么标签机啊这种东西呢，我就会把它用这种分隔的全部放好，然后上面都会打是什么东西，所以要拿的时候也很好找。那再来就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比如说登机箱啊、露营的东西啊，还有我的洗衣篮跟电风扇，全部收在这边，一样眼不见为净。关起来就看不到了。双面柜的另外一边，讲讲这里呢，我原本是设定放酒跟咖啡机，但是因为我咖啡机后来买半自动有点太大台了，所以我这边现在就是一个空置的位置。比如说我平常放一些我煮好的饭，可以在这边拍 IG， 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上面就是我所有的干粮跟零食，还有什么茶包啊、罐头，我都把它放在这边。那如果我要喝酒的话，从这边买了一个酒杯收纳的，这样拿酒杯其实也很方便。我觉得这种收纳的小分隔层啊，还有分隔架跟分隔盒都可以后买。其实买这些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很好用，然后看起来也很整齐。看到这个酒瓶也是我自己买的，它其实很稳哦，地震了很多次，而且有高楼层它都没有掉。然后底下就是我放了很多的杯子，跟我煮火锅的电磁炉，然后延长线都放在这边。然后这边我也是做吊柜的设计，因为小宅嘛，我觉得做吊柜看起来空间真的会比较大。我底下也有做插座，因为吃火锅嘛，餐桌在这边，然后直接插座就接这边。好，再来我这个餐柜的前面就是这张餐桌。这个餐桌的尺寸呢是70×120，书在看很多都是80啊、90，或是乘120、140，那这样就会占据很多那走道空间嘛。所以我那时候是定做了这个小宅的尺寸，可以刚好放得下2个有靠背的椅子。然后我这边就是选凳子，因为我这边走道比较窄，所以就不要有靠背凸太出来。那我直接放凳子的话，全部都可以收进去，这样子呢，走道的空间就变很大。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因为我在这边吃饭嘛。然后煮火锅嘛，就会不小心丸子掉到汤里，就喷到我墙壁。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大一点的画放在这边，只要喷到，我就把画这边擦一擦就好，不会弄脏我的墙壁。大家在想餐桌位置的时候，也要想一想附近的材质是不是好清洁的，因为真的很常吃饭不小心悲剧。不要放太多东西，看起来餐桌其实这尺寸也是蛮大的。这间呢是我的次卧。这间次卧呢，因为当初我的装潢预算有限，所以我只请木工帮我做了木门跟包天花板的管线啊，然后做了一个窗帘盒，还有灯，就这样。这个房间的尺寸呢，它是可以摆得下一个标准的双人床，然后衣柜跟一个书桌的。之前我都把它当成是仓库，有在剪影片之后呢，我就把它改造成我现在剪影片的工作区，然后我现在剪影片都会在这个桌子上面剪。它这个桌子呢很大哦，是80×120的，所以其实这样比例看起来，你看我拿后面的东西也是很刚好。如果我剪片剪得很烦的时候，这样呢，我就把椅子转过来，我就可以在这边弹钢琴舒压。然后我这边呢，后来就是我自己买现成的好事多的层架，把它这样组起来。这上面呢，这种布的收纳盒是我在宜得利买的，一个不到200块，我觉得质感还蛮好的，大家可以趁它有特价去看看。然后下面我就买了几个那种露营风的收纳盒，里面的零食如果没有收纳的话，摆出来是很乱的哦，很像杂货店。但是我这样收纳好，看起来就很整齐吧。我之前去墨尔本的时候，去那个公路局买的车牌，因为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开上路的。然后它在晚上的时候呢，这车牌还会有一点亮亮的。我现在这边呢，就先大概放一下这种摇杆啊，还有我在韩国买的真露，这个是鱿鱼游戏限定版，跟一个超大盒的泰奶。然后再来这个，你不觉得很漂亮吗？我刚刚不是有说我外面本来要放保险箱，但是我舍弃了嘛。可我现在看到这个超美型的，它是保管箱，所以它也是保险箱。对，它是保管箱，然后它是飞利浦出的哦，而且它是现在市面上唯一一个可以用指纹就解锁的保管箱，有没有很厉害？哎，我的钱，老板，这里30。那我有事要先走喽。好，谢谢。
这次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酷东西，感谢飞利浦赞助这次的新家开箱影片。讲到保险箱，大家应该就会想到饭店那种放在衣柜里面黑黑方方，密码凸起来用按的，或是旋转开启的那种保险箱。这台呢，它颠覆了传统，也让我自己对保险箱的认知有一点改观。它的外形呢是纯白的，搭配雾面喷涂的金属，还带有一点皮革的设计。整个外箱呢不会太沾指纹，我觉得质感很好。不管说是要放在柜子里，或是陈列在层架上，都不会很突兀。甚至说是一个家具摆件也很合理。我觉得它蛮适合放在像我这种一般百姓的家中。为什么我要强调是一般百姓呢？因为呢，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家里不会随时有几百万的现金、几十条金条，或是几千万的裸赚要收吧。但是我深入的了解保险箱以后，我觉得其实它不是过往我们认知的那种奢侈品，反而呢是一种可以增加日常安全感的家庭必需品。因为就算在一般人的家中，一定也会有一些私密、重要、贵重的物品或文件要收，像是公司的合约资料印件，或是家里的备用钥匙、护照、房契、地契，甚至呢是阿嬷或是妈妈给的那种传家之宝，或是一些有纪念意义的首饰、结婚钻戒等等，就是那种一定不能弄丢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我都会想放进去，或是有些在记录私密私房钱的本本，相信大家都会有那种现在用不到就随便把那些东西放在一个自以为隐秘的地方，结果当你想用的时候找都找不到，甚至找到的时候那些珍贵的物品已经有破损的这种经验。当然它里面也可以放少量的现金，但是这些不想让人轻易看到的贵重物品，我觉得就很适合放在这个保管箱。它的操作方式很简单，把东西放进去，关上，按密码或是用指纹，不到1秒不用唤醒它就可以解锁。有220组的解锁方式，最常用的当然是自己的手指，还有一组最常用的密码。密码呢有防窥设计，和很多市面上的电子门锁一样，一串数字中只要连续输入到正确的密码，它就可以开启。如果真的忘记密码或是手指头受伤，它也有机械钥匙可以开锁。放在工作室的话，因为出入的人员比较复杂，有100组的密码可以和同事共用，也很足够。后面呢有4颗电池，最长可以用12个月。快没电的时候呢，它会发出哔哔的提醒声，或是呢也可以用 Type-C 紧急供电，所以真的不用太担心它会突然没电。里面呢是绒布设计，很像我平常放首饰的那种材质，它可以防止贵重物品刮伤，而且它是双层的设计。如果有时候要放一些比较大的物品，它上层的抽屉也有做魔鬼毡的设计，可以把它直接拔掉。它的箱体是一体成型加无缝点的箱门，就像我的特斯拉一样。大家应该有看过特斯拉和其他车子相撞，结果其他车子已经烂掉，特斯拉却没有事，或是特斯拉直接掉下悬崖，里面的人只有擦伤之类的影片吧。它就是一样的概念，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设计，就让这台保管箱的结构很强悍、很坚固，不怕砸，也不怕有人把它敲开。它的边角是圆弧形的设计，不怕小孩跑来跑去撞伤。最后要提一下，大家很在乎的就是保险箱很怕故障打不开。一般保险箱零件坏掉就要去找解锁的师傅，费用动辄都要好几千甚至上万元。这台飞利浦的保管箱，只要你不是人为造成的损坏故障，2年的保固期间都可以免费维修，而且还有强调它的报修可以在1周以内处理完毕。另外，它也有加保5000万的产品责任险。大家都知道我工作是快完成了，我已经关注保险箱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我最后选择这台保管箱呢？它有经过1万次的开关门测试，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你一天开关关3次，就算你使用10年以上，它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飞利浦是很大的品牌，所以它的经销商专柜都很好找，在他们的官网就可以找到经销商的地址联络电话，所以维修和售后都不用担心。售价的部分呢，这台会先在募资平台上线，相较于传统的保险箱，它会是一个亲民的价格。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资讯栏看看哦。那我们就接着看我家吧。再来这2个超大的整理箱，就是露营箱那种，是放我的换季衣物，因为我现在都会把它真空，用那个抽气的把它抽扁扁的放进去，就很好收。我这边呢，现在整区都是那种露营的风格。这个椅子其实不管是朋友来坐，或是刚刚我外面有很多那种很高的柜子嘛，我就可以拿这种好看的椅子，然后这样子放东西，是不是很可爱？而且它可以叠，所以很好收。其实我用到现在，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要请木工做实体的柜子，像这种开放式的使用就很弹性。因为像我搬进来到现在，我后面的摆设已经换过超级多次了。其实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这种尺寸不一样的抽屉，大家可以去量一下，然后就自己排列组合新找到的这个柜子。它也是后面是可以扣在一起的，然后这样子拉起来其实还蛮稳的。你看
我里面收有多整齐。它这里面呢还有附这种分隔板，所以你看，像我面膜，我就全部这样子一个一个放好。哇，你是保养达人哎！对啊，美容大王就是我。上面呢就是一些泡面，还有这种饼干，放在外面真的不好看，就把它放在里面，不要让别人看到。这种露营风的箱子，我这边也都会贴标签贴纸，所以其实要找东西，我这样看很好找。再来这个房间，它原本设计的门是往这边开嘛，然后我现在把它改成往这边开，往这边开，直接这边就是一个冰箱，然后我冰箱有做一个隔间。所以呢，这边是设定可以放70公分以内的冰箱，所以我选了30的这个525公升，这个宽度呢只有65，我觉得还不错。它以这个空间来说，容量算很大，只是冷冻真的还是有点小。如果有冷冻柜的话呢，我就会想要把它放在哪里，知道吗？后面这个洞。这个冰箱放完之后呢，旁边这个缝。我还找了一个超级窄的晒衣架，晒衣架就刚好收纳在这边。塑胶袋啊，我会把它全部收在这个塑胶袋整理盒，要拿的时候就从下面抽，超方便。再来看到我家的一字型厨房，全部都是建商的标配。我有改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就是它原本厨房的深度其实只到这个门这边，但是我客变的时候把它往后退了一点，这样就可以放得下我这整条的电器柜。不然建商原本设定的电器柜是要放在外面。但我觉得以我的烹煮习惯啊，气炸锅的油烟或是蒸汽烤箱的蒸汽，我觉得还是放在厨房里面比较方便。然后我觉得厨房超级需要有一个空气清净机，因为像我有时候面包机烤焦了，空气清净机比我还更快发现。这个电器柜呢，是我找系统柜厂商定做的。我原本的设定就是要放一台咖啡机，然后现在这边放的是一个顺热的饮水机。这层架是我自己买的，上面放的是顺热烤箱，然后还有我觉得超好用的蒸汽烤箱跟一个煮水壶。但是呢，自从我用了这个顺热之后呢，它就已经被冷冻了。底下呢，我放了一个微波炉，还有一个饭锅，然后这个都是抽盘可以拉出来的。系统柜厂商有请他在里面也帮我接了插座，它全部都是连接到这个后面原本厨房的插座，所以这个功率是够的。这个 IKEA 的推车啊，放在这个洞刚好，我就放一些比较常移动的电器，像我在用 Instant Pot 啊，或是磨豆机，还有一些咖啡豆啊，还有糖啊等等的。底下呢，这边我就是做了2个这种有缓冲的抽屉，然后跟一个这种只有层板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调料的，因为呢，其实常常在煮饭的人都知道，调味料超级多的，这种瓶瓶罐罐的放进去比较整齐。这边我本来有做一个就是可以收下去的板子，然后我觉得这样空间运用比较弹性，但是呢，我打开之后就没有再收下去过了。因为现在呢，我就把它放一个平常用的厨余桶，然后底下我是放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其实我觉得这样运用也是蛮刚好的。然后垃圾桶我也是找这种很窄型的，因为小宅很多的收纳物品都要特别去找这种小尺寸。这个阳台呢，我就是放了一个洗脱烘。然后这边呢，全部都是建商原配置，自己是增加了这个磁吸的，有刀架，还有这种汤勺架，还有调味架等等，这全部都是我自己买免钉胶粘上去的。这个备餐台其实已经蛮小了嘛，所以我这边有放了一个这种不锈钢的，它可以增加一点台面上的空间。这边呢，原本建商是给那种门片对开的嘛，然后我也都是把它换成抽屉，我觉得抽屉比较好用。这个洗碗机也是我后来请系统柜厂商帮我改，然后另外装的这种大的洗碗机。如果空间允许的话，真的直上这个，因为像我很多锅子 Instant Pot 我全部都可以一次洗好。目前呢，这个厨房我用了4年多5年，我还是觉得超好用的。想要看厨房改造的影片，我有出一系列的影片，大家可以去看。再来，这个就是我家的客厅，很大吧？那我先从这边开始介绍起。这边呢，就是一个玄关入门处嘛，所以我有时候买东西的杂物会先堆在这边。像这台咖啡机，就是我已经早就买好了，要带去工作室。然后这里是我的扫拖机器人。买房子的时候啊，扫拖机还没有那么盛行，那时候只有扫地机，所以我只预留了这样子的空间给它放。现在都是出
这么大的扫拖机，还好啊，我这边留了超级多的插座，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完全不怕不够用。后来那个工作室我就有设计一个柜子，是把它这边上面藏起来，只留下面让它走去扫地的。然后这边呢，我自己粘了一个挂钩，可以挂我日常去买个全联啊什么的，就会提这个去。然后我这边有一个电蚊拍，有时候厨余太久没倒，就会有很多蚊子。这整片电视墙超级长的，原本的小宅设计啊，应该很多人会把这边全部都做满满的收纳。那我当初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让这整个电视墙面是看起来很干净的，视觉就会有放大效果。所以我很多朋友啊、家人之前来，他会觉得我客厅看起来很大，应该就是因为我这样设计的关系，把它所有的收纳呢移来这边。它这柜子呢，全部我都是请木工做的，然后都是实木贴皮。里面呢就是我吸尘器的家，因为我里面有专门做了一个插座，就原本我是放Dyson现在拿去工作室，就是可以直接在这边充电。然后我自己有买这个吸尘器的收纳架，它就可以这样站着放。这边就是我打扫的清洁工具组。这2个柜子就是放一些保健食品啊等等的，都是用收纳盒把它一个一个归类收好，医药箱跟环保袋，但是一样很乱，所以就把它关起来。然后上面也是放一些备品啊等等的。再来就是对讲机在这边嘛，所以这边我就是留一个空。然后我最近迷恋上这个。心灵很平静的感觉。原本呢，我设定是要请铁工做，但是后来我还是请木工做，因为呢，木工师傅跟我说，木板做呢，再加上这种有点亮亮的烤漆，它会有一点点像铁件的感觉，但是它一样是很坚固。而且我少一个工种进来，其实预算可以再降低一点。这个柜子呢，里面的小巧思应该就是 HDMI 线啊什么，全部都请木工埋在这个电视板后面，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呢，这边就是一个没有走线，看起来很干净。然后现在这个算是一个展示架吧，它同时也是我的电视柜，因为这边有放一些遥控器啊跟控制器，把线跟开关面板都做黑色，所以整个就隐藏在这个柜子里面。用到现在，我觉得它算很好清洁，你稍微用吸尘器吸一下，或是用布擦一下，它就很干净。但是毕竟是烤漆的，你知道就很容易撞伤，所以这时候你就会需要一个这个有时候撞到我就会自己在那边涂，其实我现在也找不到是哪里了哦，这边啊，看不太出来不小心撞到是看不太出来。再来，我家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MOD。好的，完成 Macro Executed。是不是很厉害？它怎么开那么慢？我现在呢，只要出一张嘴就好了，大声。好的，完成 Macro Executed。我自己买了这个智慧控制器，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先装好智慧家庭，所以我自己买了这个。它现在可以控制我的冷气、电视、空气清净机，还有电风扇 MOD， 我全部都自己设定好了。我现在只要出一张嘴，它们全部都可以打开。甚至啊，那个控制器如果有一些智慧的吸顶灯，也是可以控制的，我觉得很方便，而且它好像才2000多块吧，很便宜。再来就是面宽。最多人想知道，我家呢从这边到这边是290公分，然后我现在用的电视呢是65寸的沙发大概是230，我觉得呢这样看刚好。我昨天就在这里看中华队赢球，现在买的是好事多的壁挂架，它会垂头，所以我新家工作室换一个。这里呢，就是我家的前阳台，其实它还蛮大的哦。我之前一直很想用，但是因为对面都在施工，最近他们完工了，所以我可能会开始想想怎么启用它。我家呢，现在客厅跟书房全部都是用吊椅式的，所以没有那个人气。自己是很喜欢有分区的感觉，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隔间，就有一个走道，这样看起来呢，房间跟客厅就有一个区隔。我这边都是做这种圆弧形的设计。圆弧形这边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对不对？但是其实我实际用起来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如果你外面圆弧，里面有圆弧的话，你的桌子就没有办法靠前。内圆弧、外圆弧也比较贵，所以如果之后要做圆弧的话，我会想要外圆弧内做直角。这边是我的冰箱区，这边呢就是我的加一空间。我加一呢把它做成书房，然后我是用玻璃的隔间，因为我觉得这样整个视觉比较通透。然后我是选用小冰柱，本来我朋友建议用长虹玻璃，可是我觉得长虹玻璃它的条状比较粗，我选小冰柱它是比较细，我自己觉得看起来质感蛮好的。好，那我们接着进书房里面。
这里呢是我一开始设定的工作的书房，因为那时候很常居家办公嘛。然后那边是我现在剪影片的，我把它区分开。我一般的工作会在这边做文书处理，剪影片在那边。这个升降桌也是我当初特别找的小尺寸，它只有70×120，它真的蛮小的哦，这样才可以进入到我这个空间里。大家对这个书房开箱有兴趣，可以去看我有一集那个 Desk Setup， 我觉得里面介绍的还蛮多我的配件的。这边呢办公，这边就一些出国的纪念品啊，我会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像我平常工作累了，我就会在这边就休息，然后这边我就放了一个卧榻。其实这个房间的尺寸呢，它是完全可以放得下一张标准单人床，它的长度有190，然后我现在放了一个卧榻，所以我平常睡午觉也是在这边，然后休息啊或是看书也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这边是用风琴帘，它是半透光的，我用的是 Hunter。我现在看过很多朋友家的开箱，大家也来看过我家的风琴帘，我们一致都觉得 Hunter 的质感真的是目前看到最好的。因为当初设定这间就是书房嘛，所以这个就是我放事务机啊、碎纸机等等的，我里面都有留插座。然后这个深柜全部都是放我的文书用品。就像这些文件啊等等的，还有像我们买房子之后，很多人都说要把家里的税单啊、水单啊等等的那些家里支出的发票啊、收据都要留起来，所以我全部都收在这个柜子里面，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整齐。再来是我家最后一间房间，也就是我的主卧。然后这个门呢，我也是请木工做的。我觉得木工做的门啊，关开的时候的质感还有隔音都比建商附的好。然后木工做的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线条啊、门框这边都很简约。然后像建商附的都会这样子，就是很多线，不好看。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简约的感觉。但是当初这扇门做也不便宜哦，大概2万多块。可是我觉得它的木皮颜色啊，跟这个5金把手都可以选，还蛮好的。好。我的主卧也很简单，因为当初我的预算几乎全部都是留在公共空间还有我的书房了。然后我主卧呢也没有做什么，就做天花板、衣柜跟冷气还有窗帘的保管。我呢这边就利用了这个小缝隙的空间，放了一个洗衣篮。你看这个开门关门都不会去撞到，很刚好。放的是 queen size 的床。然后我没有做床头板，但是我现在觉得还好。我当初有叫木工帮我在这隔间这边订一个细栓盖板，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就是很常地震，那不管什么房子地震就会有一些小裂痕不好看。那我这个盖了细栓盖板之后呢，目前看起来其他墙壁虽然有裂，但正面还是很完整的。但是呢，没有做床头板真的不好，所以我后来还是有买了这个大靠枕，不然我每次睡觉头的去撞到。这边就是我的衣柜，这个衣柜是标准的深度是55还65，反正它是标准的。然后我现在唯一有一个超级后悔的事情就是，我这个柜子当初要一体性嘛，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很整齐。我要开抽屉的时候，就变成要开2次门，先开这衣柜门，再开这个抽屉。而且其实我觉得抽屉啊，做死了其实不好用，因为它放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多。像我衣服很多，不小心就掉到后面，我就要拿那个衣架这样一直捞一直捞，才能把它捞出来。后来觉得现在市面上其实都卖很多那种不同尺寸的抽屉，工作室那边我是买这种活动的抽屉自己放进去，一方面呢可以省下不少装潢的费用，再来就是我觉得你要搬家或是你装潢想重新改动的时候比较弹性。再来呢，这边有一个这种凹进去的柜子，这一格呢是我放一些像什么吹风机啊，还有一些饰品啊、乳液等等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挂杆，我是设定放一些我的居家服，我就会把它挂在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烫台，它是移动式的烫台，因为像你知道衣柜就不太够，所以我的衣服常常就是挤在一起就很皱，所以用这个很方便，就是出门之前先把它烫一下。这个面板啊，我当初也是花重本我全部都换成这个 Panasonic 的这个黑色的。我那时候随便好像做了10几万，我真的觉得我发疯。讲，这个就是我的主卧。那建商很贴心，因为这边空间不太够，所以他当初没有做这种推的门，他是做这个滑门。但是我原本其实也很想要把这滑门弄掉，可是大家也知道，每个门都要2万多块，我预算没那么多，所以我还是保留了这个建商原本的这个蟑螂门。那还好，外面重做，不然我原本全部都是这个蟑螂色，就很不搭。好，那也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我一样也是自己粘了这个
免钉的这种层板类的，可以放毛巾，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呢，这间的浴室它是干湿分离的，以外它也有开窗，因为开窗嘛，其实看得到对面。那我当初也是请窗帘店帮我贴一个防窥的玻璃膜。对，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自己装这个冲屁屁器，它不知道是不是叫冲屁屁器。我平常在洗地板啊，或是洗马桶的时候，有请水电装这个，我觉得方便很多。然后呢，这个水龙头我一样有装过滤器，因为我平常大部分都在这边刷牙洗脸，像之前没装就很容易长一些小粉刺，会过敏什么的。装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有改善。然后这就是目前青埔已经住了快要5年的房子。IG 很多人私讯我说你到底买多少钱？其实因为我买的算早，然后我是买预售屋，所以我那时候买大概是20出头万一坪。然后呢，我最近有看邻居的实价登录，大概就是接近50万一坪。其实我觉得青埔在这5年多来，我自己感受到的变化就是还蛮大的。从一开始我附近真的是什么房子基本上就只有那几栋，然后现在真的是满满的。像我都是开车比较多嘛，以前开去高速公路很少塞车，那现在尖峰时间我有看过，就真的车很多。然后最近灯会，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青埔真的有热闹起来的感觉。那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优点就是附近的绿地真的很多，以这个价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坪数，我觉得对我来说住起来生活品质还蛮好的。然后我自己感觉居住的空间还有附近的环境都很喜欢。然后附近现在也有电影院、卖场嘛，跟一些小吃店都有陆续开，所以现在的外食也比以前就是5年多前方便非常多。然后超市全年也一间接一间的开。那像我自己很常去好事多，就是开车15分钟基本上就可以到。我那边的停车场也很大，所以不太用担心停车的问题。我觉得青埔最不可取代性的就是交通嘛。因为这边有高铁，有机捷，然后离机场也很近，所以就像我现在导铃拿去包膜，所以我有几天是没有车的状态。如果我要去台北的话呢，我就是 U-Bike， 然后直接去转高铁。那如果是下雨的话呢，我就会搭机捷去转高铁。其实去台北是很方便的。像我自己啊，就很常出国出差，像我去年12月我就出国了3次。我下飞机已经很晚了，然后回家其实很快哦，大概15分钟左右就到了。然后隔天也是行李这样丢一丢收一收，很快又到机场了。所以如果是平常有很常出差的需求的话，我觉得住在这边也是蛮方便的。最近有朋友就是也买青埔，然后还准备要交屋了。最近也有很多朋友来看灯会之后，他们就真的觉得这里环境很舒服，就那种美式的住所的感觉。我自己住起来我是真的蛮喜欢的，因为呢开了频道之后也认识了很多观众，他们也是跟我一样是脱北者，大家住在青埔的感受大部分也都是偏好。以上呢就是我青埔实际住了快要5年的心得分享。房子就是这样，就是要选适合自己的嘛，那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你，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后还是要感谢飞利浦赞助这次的新家开箱影片，对保管箱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资讯栏看看。那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订阅、按赞，或是去 follow 我的 IG。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